今天我们谈一下枣树的夏季的修剪。我这个品种是大红枣，你看这个枣树的形状还是蛮好的。这个好的形状就是你要是里面是比较亮、比较空，那这个外面的这个组织是比较当中有主干。 这周围有不同的组织，很明显。这个枣树呢，先介绍一下这个枣树的基本的那个吧。它这个我有好几棵，这里有一大棵，这是最开始它的这是母株了，这个是最开始买的一棵。枣树的基本的特征是，你看这是主干，对不对？这是树的主干。 后来主干旁边有侧枝，那从这个主干也好，这个侧枝它是怎么来的呢？它是从这个枣头发育来的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那什么是枣头？在这一刻就看得到。你看这个每年的春上，它会长这种很短粗的这种新枝，这个称为枣头。 那这个枣头呢，它上面又会长一些这个小的枝子，这小枝子叫枣吊。每年这个你看这个枣头上面，其实上面它还有2级枣头，也是一个小组织，然后上面再长小枣吊。因着这个枣头是你看这是长在树内部的，所以。 每年春天的时候，像长发这种比较粗壮的枣头的时候，你就要把它抹掉，用手挤实抹掉。那像这个呢，现在已经比较大了，我就把它剪掉，就不需要了。那看这里，大家看这里也是刚冒出一个枣头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还不大，这个就把它抹掉算了。把它抹掉。 它这个枣树，它会，你像你这个曾经剪过枝的地方，它第2年它很容易这是曾经剪过枝的，很容易再长新枝出来。所以这个是枣树的枝的基本特点。你看这个枣吊，给大家看看枣吊，这个枣吊上面开的花，对不对？这个花最后就上面会有很多花都会落掉，但是最后还是会长很多枣子，所以枣是从这个枣吊上面结的。当枣吊它结完枣子之后，到秋天这些叶子就脱落了，但是这个以前的枣头形成的这个2级、3级组织会继续留下来。第2年的枣吊又从这个地方，从这些节的地方，然后又长出新的枣吊，所以枣吊是1年1长的。那其他的枣头所形成的组织、侧枝是每年，是一年一年的越来越粗壮的，是留在树上的。那像这个枣头也是要干掉的，这个是在，你看这个是个树的主干，这个是在组织上面的长的这个一个枣头。那我也可以用这个枣头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修剪枝子吧。你看我这个枝子，这个修剪之后，在这个我看看哪些地方是我曾经修剪过的，比方这个地方，像这个地方就曾经在这里剪过一刀的。然后剪的目的是让它这个在枣树还很小的时候，让它在后面越来越粗壮。然后呢，第2年从这里再长出新的这个枝条出来。当长出新的枝条之后，你在这里再剪，呢，然后它又再长，所以。 这个修剪的基本技巧是这样子。修剪枣树有一句叫做谚语，叫做
一剪子堵，2剪子粗，什么意思呢？一剪子堵就是说你在这个分叉的这个地方，你跟它，你看啊，这是个枣头是吧？这个枣头，这里有个小小的分叉，你在这个分叉的上方剪一剪子，就把它堵住了，它这个枣头啊就不再长了。那2剪子粗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剪了1剪在这里，还剪1剪子在这个分叉这里，在这里，这就是2剪子粗。当你剪这么2刀的时候，这里剪1刀，这里剪1刀，那就促使这个叶芽，促使这个地方啊，它会明年长出新的枝条出来。这是所谓的1剪刀堵，剪1剪刀把它堵住了。你相反，你剪2剪刀呢，就会促使它明年再长新的枝条。当然，这一个我刚才说了，这个是主干上面长了个枣头，这个我是要把它干掉了。这为什么叫夏季修剪呢？因为在春季的时候，这些刚刚出来我都把它抹掉了或者剪掉了，但是在夏天又会冒出很多出来，所以在夏天还要再剪一次。我看在这里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示范，这个是今年萌发的一个枣头，看到没有？那为了给大家演示这个1刀子堵，就是第1刀子就剪在这里，在这个叶片，在这个小枝条的上方大概1厘米的地方，在这里剪1刀子，这就是1刀子堵。你看我这以前剪的有的这种枣头我也不把它全部剪掉，我就留一点点，然后剪1刀子堵，就剪了之后让它这个今年还结一些枣子，然后明年呢要看据这个树的树形，很可能还是把它从基部剪掉，也有可能留住，所以这是1刀子堵。但是我想，假如说这个枝子是在树的尖部，我想要它从这里再长个新枝条，那我就除了刚才剪1刀以外，那我再剪1刀，就在这里，把这个小枝条啊，把这个小枝条这里再剪1刀，看啊，这里大概留2厘米的地方，看到没有？这就形成这么一个形成这个叶片，我拔掉，大家看得很清楚啊，把叶片摘掉，看得更清楚啊。看，就形成这样一个结构。所以这就是在这个枝子的尖部剪了2刀，1刀子，那2刀子，所以这么2刀，所谓2刀子粗，剪2刀就促进它发芽的。这是枣树修剪的最基本的一个技巧。我们来到另外一棵枣树，这个枣树是在我的前院，所以这个枣树比较小一点，没有那2个枣树大。那这个枣树呢，今年春天我没有剪它。没有时间搞到这里来，所以现在呢，你就看这上面，春天没有剪过，这上面就冒出很多的细枝条，对不对？很多的细枝条就显多了，那我就要怎么办呢？我就要把它，就要剪掉。那大家说，你干嘛把它剪掉呢？不让它多结些枣子呢？它有个问题就是，你让它枣子结的太多了，它这个树的负荷太重，它就会有可能会生病。所以说，为了它这个结果的质量，你不能让它结的这个，特别是这个内糖，这个树的里面内糖，你不能有太多的这种枝子，像这个都把它剪掉好了。所以说，夏季修剪基本上就是弥补春天修剪的不足了。然后，所以像这些都要修剪掉。还有就是，你看这个枣树主干或者是主要的分支上面也长出一些小的枣吊出来，这些枣吊大部分它都不会开花的，所以你也可以早早的就把它剪掉。剪掉也是让它还有这种像这个枣头，它是生长在这个树干的底部，这不是在侧面，也不是在上面，
所以在底部这种它的方向是朝下的，那这种一般也要把它剪掉。所以枣树内塘的枝子，它不怎么会结枣子的。内塘要保持干净。看是不是经过这么一剪之后，这个里面就很干净一些，是不是？那包括像这个也是朝着枣树内塘的，也把它剪掉。那像这个枝子就是朝外的，这上面它就会开花，然后就把这些枝子就留着，好不好？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讲的枣树的夏季的修剪。好了，再见。大家要注意到的话，这里还有个枝子也是可以剪掉的。这个枝子它，在这里是今年新发的，然后这里已经比较枯老点了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已经有好几招，有这个枝子，然后呢还有这一个枝子，所以这个是多的。这个我现在暂时不剪。我暂时把它留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会我明天来嫁接的时候，我会从这上面来取枝，嫁接取着那个，取接穗，就从这上面取。所以我看这个枝子比较朝阳，然后呢，这个枝的粗细还比较适度，所以我会把它留着，做嫁接用。嫁接我会在另外一个视频专门来讲嫁接的枣树的嫁接。